那現在汐止這邊應該不會淹水了吧？就是10幾年前那個圓山子分洪蓋好之後，這個地方就不會再淹水。畫面上這2位可不是健身教練哦，今天要開箱的是2個男生在汐止的家，13坪河景2房，回字形中島裝潢。本以為只是夫婦小宅開箱，沒想到拍到一半，前任忽然現身。你跟他有什麼淵源嗎？我們是短暫交往過。他前任，原來是你哦。这個要感謝 TC 做。當初你們是為什麼會分開啊？因為他Hello， 大家好，我是膚淺又喜歡被讚美的丹丹。現在帶大家一進到底看他們家的格局哦。這裡是他們家一進來的樣子，我們可以看到後面是非常漂亮的河景，往這邊是一個很大的中島。那他們家把客廳跟餐廳整個做結合了，再繞一圈回來就回到客廳。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主臥、客臥跟廁所都在同一面牆，他們家的格局一覽無遺。那現在我們請屋主出場吧。那請問2位屋主怎麼稱呼呢？我叫 TC， 我叫 Pedro。搬来這一間房子住大概多久了？4年多，快5年。你們一起住在這嘛，对不对？對。這個房子它的權狀有多大？權狀是19.45，那實際坪數13.4多，那扣陽台應該快12坪。哦，所以其實你們公設比沒有很高哎，這邊公設比很低，大概32而已。你們這個實際坪數室內扣掉陽台大概接近13嘛，隔了2間房，那你們這樣當初裝潢費花了多少錢？第一次估完大概快80萬，但因為後來有一些系統會有新增加，大概total快90幾，不含家具家電。就是4年多前裝潢的價格嘛，对不对？對。那你們這個房子那時候是買多少錢可以透露嗎？因為那是疫情快開始前，所以比較便宜，大概730萬。每坪的單價37萬多，很划算。有買車位嗎？沒有，這沒有車，因為我本身不會開車。不開車的話，你覺得通勤方便嗎？我上班是骑機車，所以去內湖很近。那他都是搭公車捷運。上班地方在南港，就是展覽館而已。有公車可以直接過去嘛，對不對？所以其實現在這邊汐止這裡的交通也算是蠻方便。我也到汐止這邊拍到第3戶了，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應該有一點點的發言權。那現在汐止這邊應該不會淹水了吧？不會，就是10幾年前那個圓山子分洪蓋好之後，這個地方就不會再淹水。改善之後，房價應該就開始狂飆了吧？對，應該那個時候還會淹水的時候，汐止可能房價附近大概停留在大概10到12萬，因為我朋友也是在附近有房子。沒有淹水之後，房價就開始往上跌。好，那我們要參觀他們家之前的最後一個問題哦。2位是 couple 嗎？對。我們現在準備來看他們家的玄關吧。一進來這邊啊，其實沒有一個好像很明顯的玄關的功能，是已經跟客廳做結合了。那你在這邊收納有什麼安排呢？當初這邊那個對講機那時候是這面牆嘛，所以設計師有移過來，為了做這個鞋櫃。那這邊東夢版是他說可以新增一些掛的東西。那我平常出門鑰匙，它的捷運都是繫在這邊，那上面就是可以掛一些買的有的沒的，還有香氛啊什麼的。上面是之前集資的某些寫真啊，這好像是寫真集。對，這是寫真集，是某一年驗人物的那個年曆的写真。增加這1點記憶空間，去可以存放一些雨傘啊，平常用不到一些備品。然後你這個門就是建商原本附的嗎？這邊就是完全是建商原來附的，標準大家說的蟑螂色，就是電子鎖哦。原本建商就附的哦，它還不錯哎。那我們現在呢，往你們的客廳這邊來看一下。你的玄關一進來，這邊就有一個超高的櫃子，這是鞋櫃。那時候因為我們很會買鞋子，所以我是那時候找這個，就是我知道網絡上介紹是旋轉鞋架，所以它有很多層可以放。但是因為我本身腳比較大，所以大概1層可以放到2雙，腳小就是3雙。因為你們這邊2個人住嘛，那鞋子是雙方都一樣多嗎？還是我的最多，這個應該都是我的啊，只有幾雙他的。那你這個鞋櫃有那個透氣的部分嗎？有透氣的是在這邊，就是看它旁邊從側面出去。因為我發現剛剛鞋櫃一打開，就是飄出來是一個淡淡的香氣，所以其實你們裡面是有做氣味管理，放香氛在裡面。是因為今天要來拍攝，所以放？沒有，我平常都會放，所以角落都會放。想問一下 TC 是什麼星座？我是獅子座。星盤裡面有處女座嗎？好，那我們看一下這邊這些公仔有什麼特別之處嗎？最早買玩具就是我們小時候買不起，長大會花錢開始買，就是大概從上面那一排開始買下來。那美少女戰士是後來國中也蠻愛的，但是不方便看，所以現在有把它買回來。為什麼以前不方便看？因為要讀書嗎？男生看會被人家笑。我要跟大家說一下，我比較幸運哦，我小時候啊，我們都會看美少女戰士。
但是呢，看的時候都是全班的男生，大家都会一起看因為你是國小，我是快高中。那這邊有很多甄嬛的，甄嬛就是室友喜歡看的。室友啊，我來辨識一下，我有辦法猜出他們是誰哈。這是唱歌的安陵容，啊，這個是甄嬛過生日的時候穿的衣服，這個時候是嬪妃，這個是甄嬛在遇到皇帝的時候在那邊吹簫，吹笛子。這一塊有需要這麼長嗎？啊，反正應該是會剪掉。熹妃圍攻啊，對啊，上面熹妃圍攻。就是我們這一趴也是有不一樣，因為大家知道嗎？就是我們的觀眾有很多喜歡看《甄嬛傳》哎，特別是有一位是叫做 Chris， 好，那個毛先生上禮拜後面這個牆的顏色跟其他地方比較不一樣。那當時這邊跳色是設計師的建議嗎？廚房跟客廳是一起的嘛，那時候有請設計師有做一個區隔，做一個類似格柵的東西在這兩個區間是分開的，所以這邊燈打的也不太一樣。因為我自己習慣是要很亮，我很討厭間接照明啊。因为我发现你上面通通都是投射灯，其實跟一般人的選擇不太一樣，是你們家的照明真的做很齊，光是這邊就8盞。所以你們家的不論是裝修風格或是選品，幾乎都是你選。就是我們看，但決定權還在我身上。獅子座啊，不錯。如果你是那個猶豫不決的人，就跟獅子座交往，他會幫你做所有的決定。這個上面的畫軌是一開始就跟設計師說你要留一個。他設計師建議說可以留一個地方可以打，所以你們設計師當初是怎麼找到的？也是朋友介紹，就是上一個禮拜那支。示範是也不用示範，不要示範。他介紹給我的。上禮拜拍他家的時候，他有說就是他拍他那一集可能會很多人來尋仇，因為他就是這輩子有交了很多男友。你跟他有什麼淵源嗎？我們是短暫交往過。他前任，原來是你哦。這個要感謝 TCTC 送的。我真的不知道，是3分3合好嗎？是 N 年前的前任。我真的不知道，我剛剛進到他家沒多久啊，然後呢，Superman 哥哥他就出現了，我想說來這裡幹嘛？他家在淡水耶。我今天就是來拍他前任的家，這個一切都是有關聯性的。這一場拍攝是關你什麼事呀？你有沒有覺得他的那個廁所整理的真的很好？對啊，我教出來的。真的嗎？我大概跟你講一下使用方式好嗎？你洗完的時候不要這樣，就是我不要讓水在外面，要有壓力。但我沒有像他那麼龜毛啦。那想要問，就是當初你們是為什麼會分開啊？因為他偷吃啊。哇，你也真是厲害啊！進來看啊，叫我別更小的雜包。他是現在最主流的，他是曬的。我沒有在徵友，我需要的是大家如果想要買房子的話，趕快這邊會剪掉。我們節目只開放徵友哦。Hello， 我是丹丹，還沒訂閱嗎？如果你喜歡看居家裝潢風格跟飯店開箱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開小鈴鐺。那我們繼續看下去。那你們這個沙發的挑選啊，也是你選的？這邊家具都是有前門的，因為這個比較高啦，我們比較希望後面頭有地方可以靠，所以我們就選這一組。那這個多少錢啊？這一個我記得是3萬多4萬塊。桌子也是有前門的。對，有前門，連那個前面小茶那個小矮凳也是。他們的設計很可愛，就是有前門很喜歡做這種圓潤的設計，不小心磕碰到了也不會痛。那我們再往旁邊來看一下你這個櫃子，因為我一進門啊，就先看到你們家這個視覺，然後我發現啊，有很多的公仔，它是放在外面是開放式的。那你們是不是很常做清理啊？除塵紙稍微擦一擦，所以這個很透明哎，就是鞋櫃的樣子，就是有些人會來買來放展示鞋的。然後我發現呢，你們家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像剛剛鞋櫃裡面呢也是有香氛，然後我們進來玄關的時候，玄關架上也有放擴香，那這邊也有擴香，然後還有這個點的蠟燭，這是香氛蠟燭嗎？對，這是 IKEA 的。那你們平時在家就都會點嗎？還是因為今天要來拍攝才點？平時都會點，因為我們幾乎很少開窗戶啊。哦，你們這裡延禧宮哦。對，所以這是離還有香，還有香。那這一邊電視櫃啊，是後面有偷一點空間，然後把線藏進去嗎？後面就是次臥，所以他這邊當初在挖這個地方，就是線要往上排，所以後面次臥有吃到一點空間。但下面這裡的公仔因為也都是開放式，你是多久要擦它一次啊？這個就是很久擦一次，最近是上個禮拜才擦的。通常你擦一次全家你要花多少時間啊？大概半小時吧，因為其實裡面不太需要擦啦，外面而已。就外面這些擦，可是就是燈上面稍微會一下。燈也要擦？
燈有啊，燈有個伸縮的，可以往上稍微擋一下。所以你連上面那個那麼高的投射燈你都會擦哦？可能1年擋一次啊。我發現 TC 是蠻愛乾淨的人，那你們的家事打掃是怎麼分配的呢？主要還是我，那剩下的部分是他做啊。那剩下的是什么？就是收尾工作什么，我晾完衣服啊，他收衣服，再折衣服，倒垃圾之類的。倒垃圾就看誰有空去，可能就煮完飯是給他，主要是給他洗。所以其實你們都是有溝通好，不太會因為這一件清潔的事情起爭執。對，還是有，應該少吧，只是他收東西比較慢一點。那你會在旁邊碎念嗎？我會搶起來收。那個人在點頭。這一場錄的壓力好大，因為我們後面那裡也是有2尊公仔在畫面裡面啊。那我們現在往廚房的部分來看一下，發現你們做了一個超級大的中島，但是一開始就跟設計師說你們想要這個中島啊。對，我頭開始有跟他講我要一個中島，那個尺寸就請設計師大概蓋抓，因為下面有含電器櫃，我們想說電器也可以放下面。哦，但你這中島超級無敵大的，一開始就預示到這麼大的尺寸嗎？他有建一個尺寸啊，但是後來他有做一些3D 圖，看起來應該是 OK。因為我平常其實吃飯也不會坐在這邊吃，但我們還是很給拜買了2個高腳椅在這邊。不是，那你們吃飯在哪裡吃？吃飯其實還是坐在那邊吃比較多。那這個幹嘛呢？我要備餐的話，就是可以擺所有。其實這個好處是你在煮飯的時候，你這邊你廚房不大的人，其實你東西可以往後放。剛搬來的時候，朋友約在家裡吃火鍋，所以有用過一次。所以就是大概4、5年前的時候，還有發揮它的功用。那請問這一座中島花了多少錢？這一塊石頭就快3、4萬塊以上了。4年多來只跟朋友在這裡吃過一次飯。對。那你們平時不會在這邊吃飯，原因是因為要看電視嗎？對，要看電視。那如果大家在家裡做中島，然後你原本預設會在上面吃飯呢，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電視的角度。如果你的中島的角度是你吃飯的時候看不太到電視的，你又是很喜歡看電視的人，中島有可能就會像這樣比較少用到。但因為它是會備餐的，那備餐大家都知道，有時候你一做可能是5天份，你就會需要很多空間來放你的便當盒或者是一些菜盆，我覺得還蠻實用，對不對？這還蠻實用的，因為其實下面可以放一些電器。那你們這邊有一盞燈，這個燈當初是怎麼挑選到的？當初設計師請我們去 Spa Pub 看一下有沒有適合，我是有挑到了這一盞燈。這個燈這樣大概多少錢啊？8000多嗎？因為我們這邊比較挑高，它原來那個長度不夠，它的鋼架啦，那弄長一點，所以有再加錢。所以其實他們也是可以讓你加價，然後就把這個鐵件的部分把它延長。這邊的走道其實我覺得留得蠻寬的，走起來也不會覺得卡卡的。因為你掃地機器人也是要跑啊。所以你們掃地機器人常在中島嗎？不是在那個剛才那個櫃子下面，就是沙發下面那個地方。我沒有發現，它是藏在這個最下面。好會藏哦。然後它就從下面出來。因為我發現你那裡其實是有一個櫃體，可是你那個櫃體好像不是很方便打開。是上掀櫃，所以裡面也是放了一堆公仔啊。所以這個櫃子是這樣住進來開過幾次？開過2、3次，就第一次放好，還有一次中華電信要弄的時候有開過。你以後開的時候，你就要把所有的那個層板跟公仔都搬出來。其實小宅嘛，大家都知道，就是設計上必須要有一些妥協啦。那這個是沒有辦法的。那通常就是多久煮一次？我大概1個禮拜煮一次，大概有3天的量而已。那我可以看冰箱嗎？可以。什麼意思？有啦，上面有那個已經備餐的東西。對，是主要是冷凍食材嗎？對。推薦一下哪一種口味你最喜歡啊？我還沒吃真的啊！這是最近同事團購有跟的。水蜜桃。水蜜桃。我跟大家說一下水蜜桃這東西，就是以前以為台灣水蜜桃不好吃，但最近我發現有一些台灣水蜜桃很甜呢，它會有粉紅色的跟黄標的，那好吃的是粉紅色的，價格只差大概20-30塊吧，買貴的不要買便宜的。我自己覺得吃起來有日本水蜜桃大概780、880那個價位的水準還不錯。這廚房是整個重做嗎？這個廚房都是當初建商給的。那唯一有請這家都是大家做這一塊玻璃，就是我們一般洗東西的話，你可能水會往旁邊濺，那你可能旁邊冰箱會有一間潑過去的話，如果你想要乾淨，就是可以再粘一塊這個啊，他有幫我們再削一個胡椒，會比較好看。我發現你這個窗超乾淨的，因為要拍攝所以特地有擦過。有擦過。這個陽台啊就可以直接看到外面。這一條是什麼基隆河？這是基隆河。今天是台風天，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那個河的顏色會比較污濁一點啦。你們當初是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建案呢？
因為這邊的社區的房子就比較偏老，中古屋的話，我覺得那個屋齡狀況沒有那麼好。後來我就是鎖定是預售屋的話，我就是無聊3不5會騎着摩托車到處繞。剛好這一間是剛好是那一天看到剛好圍起來開始預售，我就走進來問。你這個買房的經歷跟上次我去拍那個也是住在汐止的夫婦他們很類似啊。大家都說汐止比較濕，也比較容易下雨。那上面這邊這樣曬衣服會乾嗎？因為太陽是從那個地方過來的，所以其實早上夏天的話，其實很快就曬得乾了。盡量不要吊到大晚上，因為靠近河邊，晚上會有點反潮。我們準備去看它的更衣室跟客臥，這是客臥加更衣室嘛，对不对？對，容忍一下，因為電視上畫面如果放別的會有版權問題，所以我一律都是播我的頻道哦。我們現在進去看我客臥吧。你這個隱藏門3扇都換隱藏的，哎呦2扇是2扇，2扇，无所不在。它183啊，客人來的話，所以上面應该也是 OK 的，但目前應該是拿來養灰塵吧？蠻乾淨，蠻乾淨啊，可以讓他說乾淨，那就是真的乾淨了哦。那大家也知道啊，你们去看那個2週前那一集哈，你們這個衣櫃就是全部都做開放式的，一開始就這樣設計的嗎？當初就是請設計師留這個地方給我們，還可以放行李箱的部分，當初先預留這樣。那這個就是預算不太夠，所以先買一些無印良品的櫃子來放。那我覺得這樣子也很好看，因為反正之間就是一個更衣室加上儲藏室的空間，我覺得裡面不需要再額外花太多的預算去把它做漂亮了，實用比較重要。衣櫃都是做開放式嘛，所以我發現你這裡是有一台除濕機在處理它們的，所以衣服放裡面不太會受潮，對不對？對，你這邊有放防潮箱嗎？對，其實一人一個嗎？沒有，這都是我的。那什麼東西要防潮？包包。那有什麼包包要跟大家介紹的嗎？其實就是買好玩啊。那介一個你最喜歡的包包，我就知道我要開這個櫃子。然後輪到你出櫃嘍，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是小號的22，這是2手的，其實還不是全新的，因為它是剛好是 So Black 是全黑系列的，我很喜歡。很漂亮哎，那你會背它嗎？但是就是沒背過。那你買回來多久了？就買我們買多久了？應該1年以上有。還有一個啊，還有啊，對香奈有興趣嗎？我知道有人會有興趣啊。喊出招招嗎？姐姐，他現在還有喜歡嗎？我現在算是知道為什麼你會說，就是因為預算問題，然後所以最後就買無印良品了，就是預算都在這裡哈。這個是那時候在泰國機場買的，它是 Boy 系列。請問一下，你是不是也沒背過啊？對，沒背過。那你買來多久了？這個更久了，這個好像2011。那你就直接去買2手就好，反正你放在這裡看也是發酵啊。所以那個是2手的。我真的很意外，我真沒想到我今天可以拍到香奈兒。那時候看他們家的那個照片，然後他給我看的都是公仔。我覺得再一次學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大家永遠都不要有刻板印象，每個人都會有很多元的興趣。然後這個款式我覺得選的非常好看，這多少錢？記得好像快20，預算不太夠，所以先買一些。那個也不便宜啊，那個也是快13、14。我那時候是第一次買精品，是買這一顆。這是你所有精品裡面的第一個，是算香奈兒的第一個。就是那一些都不算是精品，在你的眼裡，是這意思。我還走不進去另外那個愛馬仕那一櫃。但其實我很好奇的是啊，我現在跟攝影師來看一下這個，就是你這個梯子其實算是做的很陡哎。對。那這個好爬嗎？那我下來的時候可能要反過來走下來會比較安全。對，有點可怕。對，它也其實蠻高的。其實我有很嚴重的懼高症，所以我今天就示範到這裡就好了哦。我已經在發抖了。我待會可能就下不來。好，那我們現在就趕快離開這裡吧，拜拜。準備來看你們家的浴室，浴室只有一間嘛？這浴室當初是有任何變動的地方嗎？這浴室應該是都是建商付的，那唯一有改是它原來是一個很醜圓的鏡櫃，那我是另外買這個鏡櫃請設計師幫我裝。這個就是蝦皮，因為我鏡子我怕它摔到，這個就是我自己另外自己再裝的曬衣架的。那可以示範嗎？看起來很厲害耶。如果說外面啊下大雨，你曬不乾的時候，你就可以把衣服曬在這裡，然後開除濕。對，除濕機就是一直放在這邊，因為我很 care 要很亮，所以我有請設計師再幫我多挖一個燈，所以是變成3個閃閃燈。你的那個位置要粘鏡子是什麼原因啊？我們會 care 頭髮長的話，你會覺得要剪，所以我自己會稍微推。自己推嗎？我可以自己推，因為我設計師有教我怎麼自己推啊。我發現你這個淋浴間的玻璃超級乾淨，你是有貼任何貼膜、鍍膜，還是你是怎麼處理的？沒有，我沒有貼任何鍍膜，所以我自己洗完澡是先刮完，然後再擦乾，稍微擦完以後再出來。住進來4年多，到現在這樣看起來有夠乾淨亮麗的哎！大家看到這邊會以為我要業配，對不對？沒有，我只是好奇屋主怎麼處理。那我們現在準備來看你們家的
主臥室，我稍微看一下照片，它的主臥室採光超級好，一進門就是一個全身鏡哎，你們就是在那邊打扮好，那邊檢查一下儀容之後出去。那這個鏡子是請設計師幫你們貼的嗎？這個也是我後來因為想說沒有可以穿衣鏡的地方，就請設計師幫我貼這一面，我一定要大，對，所以早上出門前可以就是拍一下自己。自拍，对，就是早上就是站在這邊對着鏡子稍微拍一下。那個 IG 也可以分享嗎？可以，還是可以交朋友？對，可以交朋友。那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邊是他的 IG， 想要認識 TC 的朋友來這邊加他 IG， 想要認識 Pedro 的他在 IG 在這邊哦，就是都有開放，想要跟他們夫婦一起當朋友的，那要加誰啊？加我為主就好了。加你，然後你負責聯繫。好，那我们現在這邊來看一下你的。樹林的話可以加我。你又來了。不干你的事，這個關係裡面已經太擁擠了，不需要再多一個人183公分的人。我發現你們這個臥室啊，這邊採光超級好，但這邊也有做窗簾哎，因為它其實是 L 型採光。那當初本來這一面設計師建議用木工用推的方式遮擋，但是因為也是預算不足，後來他是說那就用窗簾方式遮。那能看看開起來會到什麼程度？他現在開應該也是就是到這樣而已，差不多後面還有一段。超酷，但那旁邊那個 L 型其實就是用玻璃粘起來。對，像這邊插窗戶機器人就插不到。但你現在站的那個空間啊，就在玻璃邊嘛，那個空間有辦法站2個人嗎？左右站是可以啦。這邊有一盞這個很可愛的立燈，這個立燈是台灣的品牌嘛？對，小陽台。這盞立燈多少錢啊？我記得好像不到3000塊啊。我們是當初自己各選一個燈放在左右兩邊啊。所以這樣子放還蠻好看的。它是可以無線，然後也可以插線這樣嗎？對，它好像是充電，但因為我旁邊有加座插座，還是可以用 Type C 充電。你們是好睡的人嗎？我很淺眠啊，他比較好睡。你是淺眠，但你好入睡嗎？我算也不好入睡的人。那你這樣子當初床具有挑很久嗎？這個是一樣是有琴門的。那床墊的部分是。我們去睡那個仙度瑞拉，我們都希望很硬的床，所以我們是挑最硬的。你可以稍微壓一下，因為它是算最硬的。它雖然硬，但是它上面是有舒適層的。對，這張床要多少錢？床架的部分我記得也是3萬多，那床墊應該也是3-4萬塊。這個寢具就是上次你們有介紹到那個純粹棉的牌子，所以我有順便買來試睡看看。那你這樣子睡到現在啊，你覺得它舒適嗎？它還蠻舒適的，因為我們習慣睡覺是穿的比較少，所以我自己睡我是覺得還蠻舒服的。哦，就是睡覺的時候沒穿。对。哦，那有睡覺的那個畫面可以跟大家分享嗎？沒有。Okay, 所以這個如果不穿的話，直接這樣睡是 OK 的，透氣舒服。對，我現在啊，其實是有在做他們家的團購。那這個寢具現在團購大概還有1個月時間，大家如果趁現在這一波買的話，都會比較優惠。最推的其實就是他們家的枕頭，因為那個枕頭我自己已經睡1年多了，我是很不容易入睡的人，但我現在還是睡他們家的枕頭，我就會睡得很甜。我覺得它的寢具也是做得蠻不錯的，它一共還有其他8個顏色，摸起來真的是很滑順，純棉的吧？可是它會反光它有點絲光的感覺。然後我發現你們裡面這裡也還是有衣櫃耶。對，還是有。那衣服真的很多，這邊也是一樣，就是2位1人1半嘛。這一半是他的。你的意思是說他1格你2格嗎？3個。獅子座啦，所以我自己本身衣服比較多了。這一件可以看嗎？可以啊，可以。這是你的？這是我的。非常的透這個。還是你等一下就穿這個做訪談，可以直接看到臉嘞。那平時你穿這件，你還會再加內衣嗎？上班的話會加內衣。有穿過這個去上班哦？有，我裡面還會帶一件背心啊。那你要分享一下你是做什麼類型的工作？我是辦公室的，是工程顧問公司。那睡覺會抱對方嗎？會牽手而已。然後這邊這個 Prada 是什麼？因為他剛剛有說嘛，就是那個香奈兒是他買的第1個名牌包，所以因為這不是名牌包，我們就加減介紹一下。這個是那時候去意大利買的，就是精品的東西，就是不能背重，就是沒有那麼舒適感那麼好。所以我想請問，就是你買這麼多精品的包包，有哪一顆是你真的會很常用的嗎？沒有，我上班會背後背包啊，但是那後背包還是背國家地理頻道比較多。那哪一天你要做你們家精品2手特賣的時候，昭告天下，它的品相很好，它幾乎都沒有用哦。其實你們是蠻少數會在床前面放這麼大電視的那是誰睡前會看電視呢？我有個壞習慣是我喜歡躺在床上看電視，所以才會有那2個可以靠在那個背上的枕頭。就是我洗完澡之後，我就會躺在床上看電視。有穿衣服嗎？我們洗完澡通常都不會穿衣服。那你們這邊有超多香水，這個香水都是2位的嗎？一半是我的啦，因為我最近在迷迪奧的香水啊。對啊，我看到超多的，可以跟大家介紹說，這麼多香水裡面，你目前最推薦的是哪一支？因為我最早第一個是這一支，我比較喜歡花香，玫瑰花香。但是喜歡它的原因是什麼？就是我就是喜歡這麼氛圍的。你跟氛圍，這個就是比較偏玫瑰花香的。它叫做 Rose Kabuki，真的
很，這也是玫瑰，但是它有一點偏鉛筆香味的玫瑰在裡面。這個味道很好聞哎。所以這2支是目前你的心头好？不是。Excuse me， 剛剛那邊都剪掉。我最近喜歡的是這一支，就我現在身上噴的就是這個，攻擊性比較強。你是說你噴的這個它會受傷嗎？不是，我是說，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呢，建議大家就是那個獵犬那個我噴過，就是你上一集就是渣男的那個，我覺得這個比較偏渣，因為這更渣嗎？這個就是有一個皮革香味。你說如果要勾引人的時候要噴這罐？我自己噴完以後，洗完澡以後去烤箱的話，朋友還會聞到後味。你說去烤箱的時候，他還聞得到我身上有一股皮革的后味。這個持香是我覺得味道還蠻重的，就我現在身上的味道，你要噴在身上才會感覺到它有一個。但我覺得蠻有氣質的，就是這個味道我並不會直接的想到要勾引人什麼，可是確實越聞越性感。它噴在身上會有一個皮革的香味，喜歡 BDSM 的就会。那你這邊有一罐台灣香水啊，这台灣香水这比較特別，這一支有得獎，它有一個墨水的味道，這也是玫瑰，因為我本身喜歡玫瑰花，它有一個墨水的，但是他們的味道就是沒有那麼持香，好像是烏龍茶這一款有得獎，他們家的空間都已經看完了，那現在我們回到客廳跟屋主聊一下吧。目前這個坪數這樣室內大概13坪嘛，那2個人住在裡面，你們覺得空間足夠嗎？空間應該算是夠，我如果不再亂買東西的話。對，因為我剛好發現就是有蠻多那個體積很小但是價值很高的產品。主要現在會買的話都是有出國，因為出國的時候有免稅，先跟台灣的那個官網稍微比較一下，價格上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落差。就是買了會覺得說啊，我的機票錢回來了，對，這樣就可以買。哦，那你們多久出國一次？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旅行的人，所以我要求我自己最少一季一定要放自己出去一趟。像我們可能後面還要帶家人去旅行，我喜歡超前部署，我通常都是在1年之前大概都已經先把我明年要機票都已經先訂。聰明，這個真的跟大家說一下，你知道提前1年部署，你的旅費可以省超多，可能有時候還可以省到1倍，所以建議大家都提前。那有的人就會說啊，我又不知道到時候假可不可以請成功。其實很多的飯店跟機票都是可以退的，提前去規劃真的有好處。但我剛剛聽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字哦，就是你們有規劃要帶長輩出去玩，所以雙方的家長都知道了嗎？對，我們2個結婚之後，我是先跟我媽媽說，她大概休息了1個禮拜之後，她就回傳訊息就是有告訴我說她可以慢慢的去接受這件事，因為另外一個孝親房也在我們汐止這附近，所以她就是常常1-2個禮拜就會陪我回家跟媽媽吃飯一次。你的意思是當初你跟媽媽講完之後就病倒1個禮拜嗎？理解不好住是這種嗎？是傳訊息跟她說，然後他沉默了1個禮拜，因為家裡是只有我一個男生，那就是要回家拜拜。然後他就是傳了一個很普通的訊息跟我講說，記得要買雞肉回家拜拜。那我就知道說，哦，他其實已經把這件事情消化完。接下來就是把他帶去跟我媽媽見面吃飯。在此之前都沒有見過嘛，對不對？在之前沒有見過。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相處融洽嗎？你去他們家的時候，就是吃飯聊天而已。其實我媽媽她蠻隨和的人，她只是覺得說我們2個，那既然要在一起，那就是好好在一起，就是經濟狀況都很穩定，那彼此都可以把彼此照顧得很好，這樣就好。我覺得時間久了之後，我自己感覺相處起來，就是他把他當作是自己的另外一個兒子這樣子。對，我覺得相處起來都還蠻融洽。是真的啊，你就是多一個兒子孝順嘛。那我覺得其實台灣有很多長輩真的都觀念非常的超前，比想象中的還要能夠接受這件事，所以我覺得生活在台灣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那我也想問 TC， 當初你是怎麼跟家人說的？你們也會跟你這邊的家長出去玩嘛，對不对？對，我比較特別，因為我們是結完婚後這房子都好了，那就是跟他一起帶我媽一起去請後出國玩。我在機場跟他講的。你是說你要帶他去跟媽媽一起旅遊的時候，那不然那時候你還沒有跟媽媽講，那是以說是我帶朋友一起嗎？我就覺得他應該是明明大概知道，只是我後來在機場就直接跟他講說，哎，他就是我另外一半的。但是他可能就是很驚訝，我只跟他講說，那你現在是要回家還是要上飛機？因為要 boarding 了。哇，你也是很狠呢！你跟媽媽說的當下 Pedro 在嗎？他在啊，我們是在機場樓下地下室吃早餐的時候，那因為他剛好去點東西，因為我媽說，哎，你同事怎麼？我說沒有，不是我同事，他是我另一半。這是我阿娜達啦，媽，我給你介紹，這後蓋嘛是你的囝。可是我們整個旅程都很順啊。他後來他有傳訊跟我大哥講說，哎，他覺得還 OK。我大哥有知道，我事情有跟他講。哦，大哥本來就知道了，對，聯合起來騙媽媽。對啊，但我發現就是2位都是很幸福的小孩，因為都還算蠻容易就接受了。那所以你們現在大概多久會跟家長一起出去玩一次？我現在是要求
應該說要求我們兩個至少1年要帶他們一起出去，或者各自帶他們出去玩一次。因為他媽媽比較年輕一點，他媽會跟朋友約出国，那我媽可能年紀稍微大一点。我們先帶我們3個去泰國，後來我們4個一起去釜山。你是說雙方的媽媽跟你們？對。順便想要問到，你們當初是怎麼認識的啊？那個時候在健身房運動的時候，我那時候在上課的時候，只是注意到，怎麼這個禮拜怎么突然有鮮貨？對，有一個新鮮的鮮貨出現，然後站在右前方的角落，然後後來就是找機會慢慢去認識。是你主動去認識的？算是我主動認識的，因為我本來是一個很 I 的人，我不太敢跟陌生人互動。但是那個時候可能是因為那個時候已經單身一小段時間嘛。多久？大概半年左右。我以為是什麼幾年？没有，因為半年就可以讓你破釜沉舟了。其實他是我第3個男朋友而已。我前面一個男朋友，我們在一起了9年多，快10年。前其實我沒有跟任何的，就是同志相關的生活圈有任何接觸，包括夜店那些，我從來都沒有去過。就是那9年多的時間裡面，其實我都只是跟一個人固定綁在一起。我那個時候也才想說，反正現在是單身啊，去認識，如果他不想理我的話，那就算了，因為對我來說他是一個天才。那從事後呢，我們也看到他們很順利的在一起。我們這樣子一整集錄下來，大家可以感受到 Pedro 他其實真的是比較害羞內向的類型嘛，所以他可以就是這麼破釜沉舟的去向對方表白。很多人呢會哀嘆說自己就單身沒人要，但有時候有可能你的幸福就只差臨門一腳了。主動的去向你欣賞的對象表白，可能就會有一個好的姻緣，所以可以勇敢一點。那我們這集節目就到這邊嘍。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下支影片繼續跟着大家出去玩，吃完了不打烊，拜拜。對耶，剛剛雖然開放你們真有了，但是並沒有問型號。來，兩位補充一下。那我們請2位屋主公開一下型號，來，請 TC。我是純一 Pedro。不分，就是要跟夫婦一起當朋友的話，是要以什麼樣的姿態加入呢？都可以啊，0也可以，不分也可以，1也可以。對，那他們是有開放大家一起當朋友的。超級輝煌月光，影響觀眾。